如果只是凭感觉、凭主观臆测就贸然行动，那几乎注定会失败。他告诉我们，真正厉害的策略家不是那些打起仗来最勇猛的人，而是在战斗开始前就已经把局布好，让胜利变成唯一可能发生的结果。在你点开这一集之前，请先诚实地想一想，你的生命中是不是也正在打一场仗？这场仗可能是在商场上跟对手抢客户，也可能是你在职场中为了生存空间而奋斗，甚至是你自己内心里为了下一个重大决定正在天人交战。你想想，2000多年前的孙子就已经告诉我们，兵者，也就是战争，是国家最重要的事，它决定了生死存亡。这句话放到今天来看，其实就是指你人生的每一次重大决策都可能影响你未来的走向。那面对这种关键时刻该怎么办？答案绝对不是靠蛮力、靠一股冲动，而是需要非常清醒、冷静的分析跟判断。欢迎来到阿冷的书房，我是你的阅读领航员阿冷。我相信书里面的智慧都能变成我们通往更好生活的捷径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一起拆解《孙子兵法》里那套被无数商界精英奉为圭臬的战前妙算系统，让你学会怎么避开那些因为冲动而犯下的致命错误，从此立于不败之地。好，我们直接切入问题核心。你想一下，你最近做的一个重要决定，不管是工作上的还是生意上的，你是那种感觉对了就冲了，还是会真的坐下来好好算一算？孙子早就警告过我们，如果只是凭感觉、凭主观臆测就贸然行动，那几乎注定会失败。这就是《孙子兵法》最精华也最反直觉的地方。他告诉我们，真正厉害的策略家不是那些打起仗来最勇猛的人，而是在战斗开始前就已经把局布好，让胜利变成唯一可能发生的结果。这就叫做先胜而后求战。好，你看画面这句话真的太关键了。他把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划分得一清二楚。你看哦，胜兵就是会赢的人，是先创造出所有会赢的条件，才决定要开战。反过来，败兵就是会输的人，是先冲动开战了，才在战场的一片混乱中，奢望能找到一丝丝赢的机会。你是哪一种？那你可能会问，孙子到底是怎么做到先胜的？他有什么秘密武器吗？还真的有，但它不是什么魔法，而是一套非常严谨的分析工具，就叫做妙算。意思就是在开战前，大家先集合在宗庙里，进行全面的战略推演，评估到底有多少胜算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拆解这个强大的决策系统。好，那妙算要怎么算？第一步就是要拿出孙子的决策罗盘，也就是这5个基本要素来评估全局。孙子认为，任何斗争的结果都离不开这5件事的影响，也就是道、天、地、将、法。我们来看第一个，也是孙子认为最重要的，就是道。这个道不是指马路，而是指你的目标、你的使命，是不是能让整个团队上下一心？你想想看，一间公司如果老板跟员工想的不一样，大家各怀鬼胎，那怎么可能走得远？所以孙子把人和放在第一位，这比任何武器都还重要。再来第二个，天。这个天讲白了就是大环境、天时，那些你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。比方说现在的经济是好是坏，怎么产业的趋势是往上还是往下，这些就好像天气一样，你没办法改变它，但你可以决定要不要出门，要不要带伞。第三个，地，这就很好理解了，就是地利，你脚下踩的这块地，你的战场。放到商场上，就是你所在的市场环境，竞争对手多不多，你的通路是优势还是劣势，取得资源方不方便，这些都是你必须彻底摸清楚的地形。好，第四个，将。这不只是说带兵打仗的将军哦，在今天他可以 CEO、专案经理，甚至是你自己，你就是自己人生的将军嘛。那一个好的将领需要具备什么特质？孙子说了，要有智慧，要讲信用，要关心部署，要有勇气，同时也要有严格的纪律。最后一个，第5，法。这个法就是你内部运作的系统，你的 SOP， 你的组织架构，你的规矩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你的公司或团队有没有一套清楚的游戏规则，让大家知道该怎么有效率的合作。
资源该怎么分配，这是整个战略能不能被确实执行的骨干。OK， 我们刚刚讲了道、天地、将法这5个大方向，但光有方向还不够啊，要怎么实际拿来用？来，接下来的7计就是孙子给你的实战 checklist， 他用7个问题帮你把刚刚的分析变成具体的胜负判断。你看哦，画面上这个表格就是你决策前最重要的功课。你要非常诚实的拿着7个问题来比较自己跟你的竞争对手。1. 谁的领导者更能凝聚人心？2. 谁的将领更有能力？3. 谁更懂得利用天时地利？4. 谁的制度执行得更彻底？5. 谁的团队实力更强？6. 谁的成员训练更扎实？7. 谁的奖惩制度更分明？孙子说，当你把这张表填完，都不用真的开打，无以此之胜负矣，我就知道谁会赢了。你可能会想，哇，这听起来很厉害，但这2000多年前的东西，现在还管用吗？跟你说，不只管用，而且是超级管用。我们来看看这套系统怎么完美的应用到今天的商业世界。来，我们看一个超世纪的例子。台湾有位很成功的企业家陈茂榜先生，他就曾公开说，他经营事业完全就是套用孙子的5式框架。你看，道就是公司的经营目标，天就是市场的机会点，地就是你耕耘的市场本身，将就是公司的人才，而法就是整个公司的组织制度。他就是靠这套系统一步步打造出他的企业王国。所以你看，绕了一大圈，做了这么多分析，其实最终就是要达到这个境界：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。你注意听哦，孙子说的是不殆，不是百战百胜。百战百胜听起来很厉害，但其实打100次仗，就算都赢了，也会元气大伤。真正的上策是不殆，意思是你根本不会让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，这才是最高明的策略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把镜头拉回到你身上，你下一个挑战是什么？是要接一个新专案，要面对一场重要的谈判，还是正在考虑要不要换工作？在你就位准备投入战斗之前，你愿不愿意先花点时间坐下来，拿出我们今天聊的这套工具，好好的做一次妙算，让自己先赢在起跑线上呢？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。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分享，请帮我按个赞，这对我的频道真的有很大的帮助。也别忘了订阅阿冷的书房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我每周分享的精彩好书你才不会错过。我们下次见。